总裁茶叙，好友相聚啊！坐在中国嘉德2022年秋季拍卖会的现场，让我感觉到思绪万千啊！这个距离春拍可能半年之前，我跟胡总做了一次总裁茶叙的对谈，现在就有了李大军老师。首先荣幸的介绍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女士。各位网友大家好，嘉德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还有这次增加的我们的嘉宾是世祥空间的创始人李大军老师。大家好。开始之前啊，先给各位网友一个小小的福利，就是我们的这个嘉德日历。直播中间，大家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收藏"2个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从中随机抽取3位幸运观众，拿到现在还没有上市的嘉德日历哦。2023年新年，这里边可是有价值几十亿的拍品的图录，大家可以了解。所以说，大家现在开始收藏。拍完了第一阶段以后，我们稍作这个展厅的调整之后，再开始第二阶段。整个秋拍大概这次要延续到28号。那就是元旦前结束。一定要在2022年之前结束今年秋拍的这个活动。那这次秋拍呢，实际上我们有32个专场，有5500多件精彩的拍品，所以呢，我特别期待和大家这个再次的见面。这个半年前我们拍这个春拍之前，我们也是做了这么一个总裁茶叙，也是聊一聊收藏啊，聊一聊艺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这个话题吧。接着这个话题聊哈，就刚才说聊艺术，大军老师，您作为这个藏家，您有很多藏家学者，还是一个空间创始人，您怎么看嘉德今年的这个秋拍呢？我觉得这个首先非常不容易，就是历尽坎坷，但是呢，第5版，这是第5版，但是终于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呈现，我这2天在展厅里转了几圈了。我觉得，虽然呢，感觉我们这次一个漫长的等待啊，还有这种各种，特别的情况所导致的征集的困难啊，交流的困难啊，但是这个嘉德的这次总体的拍品情况，我觉得可能是历年中恰恰是比较完整的，也比较鲜明的一次，5500多件啊，蔚为大观。这个其实挺难的。刚才您提到，我就记住。说5次调整，对，5次调整，很难，对，这感觉。因为呢，我们是要跟时间赛跑我们就是这个月12月5号下午决定了这个时间，那么16号，这个12月6号就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那我们这一次呢，算是掐对这个时间点了，对那当然呢，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想在这么一个环境下，经过了几次延期以后，就是今年的秋拍应该说是嘉德又打头阵了，对因为北京可能这是第1场秋拍，那很多人都关心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我呢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进了这个展场，我们看到这些拍品的这个展示，我们就会有信心。对。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大观的这个2个夜场，那么近现代方面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的齐白石、傅抱石、张大千、吴昌硕，都是精彩纷呈，特别的棒数量也足，作品也特别的出彩。那我们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件就是齐白石的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一件作品这个呢，它是一整堂，中间有一个中堂，两边有2个篆书的大对联这个是齐白石送给他的好朋友这个黎松安先生的那么是送给黎松安先生的80诞辰的这个寿礼。除了黎松安先生是这个齐白石的这个亦师亦友的老朋友黎松安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这个李锦熙先生，李锦熙是吧？也是我们这个业界都很熟悉他1948年和胡适一起给齐白石写了这个年谱。我觉得这个年谱呢，实际上对齐白石是非常重要因为呢，他是从湖南到了京城，是吧？那从一个民间的艺术家然后得到了京城的文人圈的一个认可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肯定。所以呢，他和这个从情感上，从这种知己知音的这种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上所以呢，他都是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画了这个松和鹤来表达他对
两位的一个生日的一个祝福，寓意特别好，寓意特别好。对啊，那旁边呢，我们会看到还有3张傅抱石大幅的巨作。这个一般来讲哈，就是有1幅也不错了。这个3幅，特别是我觉得旁边第1幅呢，就是这个题目也很好啊，叫做风雨不动安如山。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现在哈，这个给我们信心和力量啊。对。那这个左手这边呢，是我们20世纪和当代艺术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展示，200多件作品。这个呢可能是大军老师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藏家的这个角度可能会更有感受。反正我是听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客人的反馈，就是说这一次是超水平啊的发挥，特别值得期待的一次拍卖。所以我们在推迟我们这个拍卖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时候才能够来看你们的展览，什么时候才能来拍卖？啊，当然我们还有这一期的这个珠宝，然后腕表，这也是我们嘉德的一次新的改版，又呈现出一些。对啊，有些客人已经按捺不住了，已经在网上，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网上已经上线了嘛，可以下单了，可以下单，可以下单，所以现在已经网上开始下单了，太好了啊！对，那古籍善本这个碑帖这部分哈，其实我们的这个客户，我们的收藏家是有定力，非常专业的怎么小众群体，那他们呢？也会在我们古籍善本的这部分里面，我觉得不会让他们失望，会找到他们特别喜爱的东西。活动介绍了很多这种板块啊，给了市场很多的信心。刚才我注意到您提，比如说近现代书画，有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李克展等一系列的这个名单，我就想，大军老师可能对现当代艺术市场更了解。刚才活动提的是书画这个市场的名单，那这个现当代这个夜场，刚才您之前提到过，这个名单很整齐，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名单，或者说现当代艺术市场这个名单，您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我昨天呢看了1个小时，今天又提前来又看了一下啊，我觉得非常就是非常感慨，感慨什么？我可以说一句话呢，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在中国找一个最能完整的体现20世纪及当代艺术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展览，无论是美术馆还是艺术区，还是此地的拍卖预展，我可以说嘉德现在呈现的这个预展，也可以叫展览，应该是最好的，最完整的一个展览。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啊？我这个一边看我一边总结啊。我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完整的体现了自民国以来，也可以说是甚至新文化运动以来100年艺术历程中的各个时段的各种甚至板块的优秀艺术家这么样一个队伍。啊，我大概总结了
4种类型的4个板块的艺术家，哪4个类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个20世纪的第1代、第2代艺术家，比如说刘海粟，吴大羽、关良，丁衍庸，都有精品在展厅里。那么说第2代孙中卫吴冠中有一组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展厅里。我把这一类的艺术家叫做基石艺术家。第2种呢是从30年代到50、60年代这个跨度下的一批重要的艺术家，我叫他中间艺术家。为什么叫中间艺术家呢？这里比如说像尚阳老师王怀庆老师周春芽像毛燕张恩利等等一批重要艺术家，他们都是经过了中国艺术市场差不多30年左右这样时间的一个检验，它形成了一个中国20世纪及当代艺术市场中的一个中坚力量。所以我叫他中坚艺术家。40后、50后、60后差不多这个。差不多这个时段。那么还有一批呢，就是70后、80后的一批艺术家，有比较典型的还有贾爱丽的作品。这次里面有梁元伟的大作，王光乐的、秦琪的、欧阳春的等等，特别齐特别完整就是这批经过也有10年、20年的时间的这么一批艺术市场这么多检验过来的这么一批当红的艺术家，我甚至就给他起名叫明星艺术家，这么一个阵容。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一批叫90后以后我觉得嘉德这次特别好的是有一批新的艺术家，90后的艺术家，也出现在这次的这个展场里，叫新锐艺术家。所以一个展览能够把这么一个非常清楚的100年艺术史的脉络，各个时段的艺术家做这么一个整体的呈现，我觉得嘉德反而这次的这个预展是最好的。谢谢这个大军老师的评价。对，实际上刚才这个大军老师说了几点就是说整个把这100年艺术史都呈现出来我就想，其实在这个博物馆、美术馆做展览如果做一个大展，通常需要差不多2年的时间梳理这个美术史，然后呢，有些博物馆、美术馆有自己的藏品，有些呢还要去外借然后呢还要策划，大概这个筹备期要2年。但是呢，我们这个拍卖行没有这个时间，我们这个拍卖行拍卖人差不多是1年当2年过，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集中在半年之内要能做出来。不在征集，就在征集的路上。对，我们就说一方面呢是要动脑筋，一方面呢还脚底得要抹了油，到处跑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拍卖人还是蛮辛苦的。这也可能大家会更好奇拍卖人的乐趣和意义。比如说刚才您说1年就分2季，大军老师说不是在征集的路上，基本上大家会一直马不停蹄的赶，一年这样赶。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拍卖人，比如说看到作品的一刹那，或者说您结合现场的一些作品，跟我们讲讲拍卖的它这种使命感，可能说的有点大呢，可能具体来说，看一幅作品能给拍卖人带来的乐趣有哪些？拍卖人辛苦是辛苦刚才我们讲到这些辛苦，比如说我们就想这个中国书画我们征集来这么多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知道他们签了多少份合同吗？大概是跟1300位委托方签的合同。哇，1300份合同。这个1300份合同，而且这1300份合同呢是叫有效合同，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谈了最后没有签还有一些是签了最后又没有上就说这个工作量可想而知成功率。对，成功率其实是蛮低的对，那所以呢这个刚才说到，那我们在这么辛苦中有什么乐趣？我觉得乐趣呢，就是在于你看我们每一次有一种新的发现和探索。比如说我们近现代的古代的作品，可能它都是叫做在美术史上排好序列的都有过盖棺论定的一些结论的。这个名单呢，按理说是比较完整了也变动不大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通过市场来推动的地方，比如说黄宾虹当年我们拍一张黄宾虹就2万3万呀，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我们到处跟人家说你买黄宾虹吧黄宾虹怎么样，推销员推销，但是呢，大家呢实际上都是按兵不动突然有一天，我觉得这都是这种叫做积蓄一种力量可能因为拍卖行的一种很直接的传播和这个推动，也可能是学术界的一种更深入的一些研究，最后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对，突然有一天，黄宾虹的市场起来了，暴涨了。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嘉德拍的这有一张黄宾虹是现在唯一最贵的一个记录是3个多亿，对吧？我们从3万到3个亿，所以你说这种就参与到美术史的进程中我们把这个应有的这个价值让它揭示出来。
提高上去，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乐趣。那还有一个呢，其实作为一个这个拍卖人来讲，我们的这个社会接触面是非常广泛的我们说我们的拍卖是一个小众群体但是呢，我们服务的是一个大社会所以我们跟各种各样的这种收藏家、艺术家这个甚至于学者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人打交道。那么我们在这个跟他们的这个交流中，特别是谈到艺术中，我觉得我们会得到特别丰富的一种思想的火花和这个内容。然后我们特别是跟有些收藏家因为他要把很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你，我们可能就会有更深入的一些沟通交流。那你可能知道他的身世，你可能知道这件拍品的传承的一些曲折的故事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会了解更多的人生百态我觉得在这点上也是我们这个拍卖人的一种乐趣最简单的说就是八卦也听得多一点是吧？所以呢，这个每一次这个拍卖都是一场从零开始的一种探索你不知道这一次会收到什么，就跟开盲盒一样，对吧？但是你又有一些思考，又有一些名单在你的心里你要努力的去把这些名单上的艺术家的作品找到，这些所有这些我觉得都特别给我们挑战，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乐趣。所以说，其实刚才您提到说，大家可能对拍卖行开始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说觉得你征集那不就是去拿东西嘛？但实际上这拿东西背后其实有很强的专业性的。就是您提到，比如说能不能认识到一件作品的重要性，怎么去了解一件作品？是，比如我刚看那个曹奎因的那个册页，好像乾隆爷那个题款，似乎和那个有修改还是怎么着？这个是比如说我们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了解其中的比如说材料笔墨背后的一些历史发展的线索。比如说这样的作品呢，我们拍卖人去征集的时候，或者去了解一件作品的时候，他会怎么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曹奎因的这个山水的这个册页你提到这个册页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册页值得看的地方特别多。这个曹奎因这个画家呢，他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宫廷画家。那乾隆爷其实挺欣赏他的，你看他那个画的那个每一开，乾隆都非常认真的这个提了这个诗句那这个我们这本册页呢，实际上不是很完整它是9开。那我们通过它的印章，就是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然后三希堂金鉴喜这些，可以知道它是注录于乾隆的当时那个书画的那个账本里面。那个账本就是《石渠宝笈》它在《石渠宝笈》3编里面，3编里头记载它是12开。那我们现在呢只有9开。那我们再看这本册页非常有意思。这个曹奎因呢，他画了一个叫仿朱家山水。就是我们朱家就是各家就是我谁都可以画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的人。那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呢，就是说我画画要重视这个师承我这个来源要有源头我不是说我自己毫无源头的蹦出来的，我要有源头，我要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然后再超脱出来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呢，这个曹奎因呢，就是他的第一开我记得第一开呢，他就说他是仿这个董源的山水董源，而且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呢自己这个第一开呢，他画的是这个春山新霁。这个春山呢，就是我们很好理解，就是春天的山嘛。对。新霁呢，就是刚下过雨那我们会想象这个江南的这个山刚刚树叶刚刚发芽，然后呢那个草刚刚长出来草长莺飞开始了。那这个山肯定就是一个有植被的有这个松动的土是有质感的。对。那他选择这一个题材，然后说仿董源，就是说明曹奎因这个人对传统的学习他是心里有数的。为什么呢？因为董源本身他的这个特色就是在他这个描绘，比如说他的最有名的是《潇湘图》这个《潇湘图》呢，就是他是画一个江南的这种平缓山峦，有江有水然后是一种温润的这个滋润秀逸的这么一个风格。它的技法呢，就是不是用很硬的线条，而是它在那个山头这个勾勒之后，它就是用很多大大小小这个浓重清淡的这个墨点来点台，来表现这个山上的这种植被的风貌然后它那个轮廓是比较模糊的就是给人烟雨朦胧的感觉。那么曹奎因呢，他就是为了把这个董源的这种绘画的特色表现出来，也说明他自己
对董源的认识，对他的学习，所以呢，他就用了这个《春山心记》这么一个题目来，他说模仿董源啊。那我们再看这个乾隆哈，乾隆呢他也提，因为这诗比较长，我也不都能记住。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能说明这个乾隆爷也看懂了这张画。他写了一个什么呢？他写了一个是好像叫“千峰翠模糊”。就是说这个山峰呢，它翠绿的它想象翠绿的感觉但是模糊那他们这个模糊的事儿呢，其实呢就是把董源的这种，这很高级，这个词用的倒是很高级，很高级看着俗气，实际上很高级。对，看着好像是个大白话但是实际上呢，它点出了这个董源的这个特色，贵在模糊。对，贵在模糊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这个君臣的互答也说明了他们是一种知音刚才你就提到了，就在这个乾隆爷的这个诗句题在这个上面，然后怎么跟这个纸呢，好像有一点印记。这个呢，我们实际上拿着这个放大镜仔细看过它这个纸呢是一种特殊的纸这个纸呢是北宋时候的浙江叫金粟寺的这个抄藏经、印藏经的一种特别制的一种好纸它的那个纸特别致密然后呢，它用那个石头反复的压过、打过蜡，所以它就非常的这个细腻特别发木然后你写上字就跟漆一样的黑。那这种纸呢，从北宋后来就可能留下来，除了抄经写经以外，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留到了元代。其实这个赵孟俯也用过这纸，后来呢就是从浙江传到了吴中就是到了苏州那一带吧。然后像什么祝枝山呀、这个文征明他们都用过这纸。之后可能让他们都用吧，就没了没了以后呢，到了清朝就是异常的珍贵了所以呢这些纸可能都进贡给朝廷了只有在这个宫廷的画家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还在用这种金粟山藏经纸那这个纸我们再仔细看都是接成一小条一小条的。我们这些乾隆够节俭的这个纸省着用还省着用都是一小条一小条接起来接成这个样。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乾隆爷这个好像修改过这个笔记呢，就是在这个纸上可能他写大了这个字儿我们看这字儿写大了，然后他就把它刮下去轻轻刮下去，因为这纸好不怕刮然后刮了以后呢，他再写一遍所以呢，这个我们也看出来这个乾隆也是蛮认真的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珍惜自己的这种再创作他知道后人可能得看他这个字他知道能传世，他知道能传世写大了也不行赶快给他改一改然后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这一件有在很多的这个清宫流传的这些作品里面，就是乾隆提过的东西里面，也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当然就说刚才我们说你看说这么一件东西我们就可以有这么多个点来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读美术史一定得看原作对如果我们就从这个课本上读，从这个文字上读，这是完全不足以的。没错。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学校学的时候，讲美术史的时候，最多老师给我们放点幻灯片。那时候的幻灯片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细节。后来你等到看到那个实物的时候，这个大相径庭的。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这个拍卖行为多少人学习这个艺术领略这个艺术的风采，提供了太好的一个这个条件。我们都可以很近距离的看，近距离看原作的机会。这个体会你是不看是不知道的，这个不是虚说的。而且拍卖行本身也经过了很严谨的学术研究，才能呈现这样一场预展和拍卖，这个其实挺难得的。真是，其实呢，这个我们要说起来我们这个拍卖行呢，特别是我们这个艺术，拍卖行就是专门这个拍卖艺术品的这种拍卖行。我们所谓的商品吧，我们的拍品吧，它不是一般的商品，是吧？我们是艺术品，所以呢，研究艺术、研究美术史、研究文化史，是一个拍卖行的软实力。就是我们看到外面我们可能展现出来的时候都挂起来了但是呢，把这些画作都挂起来之前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这个瓷器、古典家具这些什么这个佛像都展示在观众面前的背后。实际上我们付出很多的这个大家看不见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查证各种资料，研究其实也不比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少。软实力够硬才是一个好的拍卖行的这个基础。对，大军老师刚才提到，您刚才谈的是可能书画这方面的很多这种软实力和研究。大军老师看这个现当代艺术夜场，刚才您提到这个名单的完整性，那这个划分其实这种学术研究也是要有依据很多美术史的具体的研究，那才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名单很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专场。对，那您怎么看这个
刚才说这个划分，从学术上是划分的，还是从市场上来划分的？这个划分对于整个中国艺术市场意味着什么？像这个名单的您刚才提到这4个不同的代际吧，算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经常讲就是学术和市场的关系啊，对，到底是学术引领市场呢，还是叫市场来这个推动学术呢？啊，其实在我看来，它是比较融合的啊，比较融合。那么，其实这个嘉德这么多年啊，我观察它也是在这个一个公司化的这么一个企业制度下，实际上它汇集了大量的艺术工作者，甚至艺术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啊。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专业化的队伍啊，而且呢，这个以我观察这个20世纪啊及当代艺术这样一个部门，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你这是一个是以专业美术院校为主的，是吧？基本是这样一个队伍，央美为主体，对，当然也包括其他各个院校，甚至还有一些回国人员哈。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和他们的朋友，我觉得他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所以这里面我觉得通过看这么多，他现在所呈现的样貌啊，包括结合这么多年我对这个部门的这个观察啊，我觉得他也是一步步的来确立自己的这种叫经营的品格，或者是一个对艺术的这种艺术的态度啊，他是把这种自己的学术和自己的态度应用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市场工作中，这个我对这个你手下这几个这个骨干，我是非常的看好和欣赏的。对，实际上拍卖行呢，其实每一季都碰到这个无数的新问题，哎，是吧？是。因为呢，这个我们做学术研究也是一样，就是提出问题有的时候挺难，对吧？但是我们拍卖行不怕没有问题啊，天天碰到新的问题，所以呢，它叫什么见招拆招是吧？就是你必须要迅速的回应啊。所以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同事刚刚学校毕业，他出来的时候可能有丰富的这种书本的知识，但是一旦进到了这个市场上，他面对的各种提问也非常多。对。那他就必须要思考。所以他就把自己学到的这些课本知识要能灵活的运用。啊，我老说是一只眼看学术，一只眼看市场，啊，必须要这样做，他才能不断的进步。对，这个我再可以补充一下这个胡总的话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为什么说看到这场的呈现啊，我还是特别的，就是觉得特别的好啊，甚至真的为这个市场高兴。我觉得它能体现就是我认识的这么几个方面啊，我跟胡总也分享一下，看看你这个手下到底做了什么工作。我觉得一个呢是他这个，就是你这个大展厅说现在呈现的实际上是2个大的板块，一个就是这个中国书画，一个是这个现当代艺术，因为中国书画呢，这个中国的书画资源特别的丰富，啊，应该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取之不竭的中国古代书画是吧？现当代书画的这个资源，当然有些资源越来越珍贵啊，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大的，尤其现当代艺术还是有很大的存量的，而且它是在长时间里它是占主体的。对。那么油画呀、雕塑这个板块相对，毕竟时间短嘛，是吧？所以它过去一直还是在，就是它是具有一种辅助作用的，就是它相对于中国书画而言，但是我想这个嘉德这么多年它所发生的变化，恰恰就是在对这种局面的一个修正。你看你嘉德这个，比如说你第一场拍卖。我了解一下，大概你的中国书画的拍品数是190多件，相反油画才50多件，其实它很长时间，我觉得中国大部分拍卖行还是处在这么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但是呢，嘉德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呢，它一步步的把这个现当代艺术，它变成了一个比较主体的地位，尤其呢，我印象是2015年的秋季的，你们就设了夜场，这是比较率先的，就是过去中国书画。是有大观夜场的，但是呢，20世纪当代艺术也有了夜场。我觉得这个局面的出现呢，就是这2大板块比较平衡了，甚至呢比较互补，相得益彰。这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就是说对这个20世纪及当代艺术这个板块的这个重视，它的地位提升了。其实呢，这个呢就是特别说明我们这个学术和市场是一个变化的。是一个活跃的啊。我们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这个20世纪和当代艺术哈，我记着2018年
我们是第一次这个板块这个单季，不是我想啊是全年，我们突破了年成交10个亿2018年。那这个2019年稍稍又回落一点，9亿多。然后2020年是疫情的第1年，所以呢那时候有点回落。2021年，也就是去年这个板块是逆增长的，14亿多就是比2018年还多出4亿多所以呢，我们是看到了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对，当然呢，这个中国书画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很强的一个主力项目。我觉得呢，这一点呢，可能就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收藏的一个历史，它也比较长，对吧？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对它的了解，包括我们的书画家，可能都会比那个当代艺术那边的艺术家要多一些。所以呢，最开始我觉得就是您谈到这个第一场这个拍卖，我就想到就是1994年春天，我们第一场拍卖的时候，这个中国书画呢拍了1400万，就刚才您说的190多件作品，拍了1400万那现在呢，当然了如果说把这批东西再拿出来拍可能真的是这个要加个零嘛，再加个零嘛就是这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我记得当年呢，就是在94还是95年那个时候这个苏富比的书画的一个主管是个朱小姐那后来那时候我就向她请教，我说朱小姐，我说我们这个中国书画这个板块，我说我在看你们苏富比的图录的时候，好像这个书好像没有瓷器的厚呀。我说你们是不是挺少的？后来他说是的，他说但是呢，他说我们这个书是经常的这个厚薄是有变化的一会儿这个中国书画的书厚了，然后瓷器的书薄了，一会儿瓷器书厚了，中国书画书薄，是我们按照市场的调整来做的。当然呢，实际上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看到，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拍卖都在200多件到300件这个数量。后来就是这个 CK 是他们这个苏富比的这个书画的这个主管CK 那时候老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拍这么多呀？太多了说你可以拍少一点。后来呢，当时我也想说是不是我拍多了这个是不是征集的太过广泛了？后来我就想明白了一个事情，就是我组织了1000件东西它可以有85%都成交对，那说明我这个市场足够的大。对它可以容纳，我为什么不拍呢？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在中国的本土，我们的这个国画的资源是相对丰富的我们从古代到近现代，一直到当代能延续这么长一个时间，所以呢，它这个作品相对丰富一点。因为这个油画的和雕塑的这个部分呢，是从应该说是19世纪初我们才第一代这个学生去日本、去欧洲去学习才带回来这么一个外来的引进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呢，这个时间相对短另外呢，可能创作油画的这个过程会比较慢一点比如说一个艺术家可能1年才10几张、20张那这个国画可能相对就快一些就特别是写意当然呢，这个功夫在诗外就是他们还有更多的时间需要自己的修养的这个修炼要学习很多但是呢，确实创作起来是要快一点，所以相对呢来讲呢，可能作品的数量就要大一些所以就变成我们这个2个板块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20世纪和当代艺术是200多件东西，那么可能这个中国书画呢就是1000多件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但是这个研究发掘，刚才您谈到从90年代嘉德，其实正好中国今年是文物艺术品拍卖3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回溯历史的话，我们看到刚才您以前也谈到，可能在民国时期，大家的这种收藏的热潮还是，比如说碑帖，或者说这个古代书画，那才是文人藏家这是玩的最主要的主流的藏品。那到了可能现在在拍卖的，或者说在整个艺术市场不断完备或者更大众化的过程中，这个近现代书画被发掘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拍卖行做了很多的学术研究，比方说刚才您提到这个齐白石，这次也有中期，今年春拍也有甲午图这样的中期。那如果回溯您在从事拍卖刚开始的时候，齐白石是什么价格？那整个这20、30年中，我们对齐白石的这种发掘和引导又发生怎么样的变化？这个其实能反映很多市场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波动和起伏，或者说一个是向上的趋势。您怎么看这个？比如说齐白石这种个案，您怎么聊着这个？这个齐白石呢，我觉得是一个我们中国美术上特别典型的一个这个案例就首先说这个画家他有一个自己非常漫长的一个艺术生涯，对一直到90多岁还在创作然后呢，他从这个湖南的乡间到了这个帝都的京城然后从一个木匠成为人民艺术家这个一生的这个过程太经典了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熟悉，我也不用多说。那就是说他的这个
艺术被认识，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对吧？它的这个市场的建构，比如说就是它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建构，也是一直伴随着他的艺术生涯是相伴相生的。对啊，就是。那我们都看过那个齐白石的笔单，就是我们去那个北京画院哈，他们那个经常那个展啊，就笔单啊，什么多少钱，什么多少钱，加一个草虫要加多少钱什么的啊都有，就是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市场啊，反而是1957年他去世以后啊，他的这个作品按理说数量就是应该说戛然而止了，对吧？对。那之后呢，这个交易呢，其实就回归到了很少的几个地方。啊，比如说荣宝斋啊这种国家的画廊啊，还有一些文物商店呀，有一些交易，但是因为那时候市场不充分，啊，所以这个交易的价格也就相对低。啊，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客人跟我讲说，他有一张齐白石的一张画，他呢就拿去想卖掉啊，卖掉呢那个时候可以卖的地方是很少的，他去了以后呢就给他估价，说你这张画7块钱，他这可能70年代，70年7块钱，他想来想去不舍得，他就把它卷起来拿回家了。那后来呢，到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拍卖，他就来了，来了以后他就把这张画拍掉，拍掉的时候我们就拍了15万，我记得是90年代的15万啊，对，70年代是7块，然后90年代是15万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当年这件是很著名的，就是那个山水册页，12开山水册页，我们应该是94年的秋天拍的，这个当时拍了500多万，但是当年这个藏家在荣宝斋买的时候是200多块钱，啊，那他说当年200多块钱，我这个不记得是哪一年，是60年代还是50年代还是70年代我不记得了。他说当时这200多块钱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他也要节衣缩食啊，这个凑够了这个钱才买下了这本册页。那后来我们拍了500多万，然后再后来呢，就是又经过了2次拍卖，它就上亿了。就是说，艺术的这个进入了这个市场哈，我觉得。应该说一个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啊，就是艺术呢，从这个专门为这种王公贵族、为这个宗教服务的时代过去了以后，那么从西方来讲啊，这个大概就是从稍元革命以后吧，就是应该说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一段，那么艺术就走向大众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书里面写的，我非常惊讶，说当时就在这段时期里面，就是维也纳那个城市，实际上他把所有的这个老房子都拆掉了，中心的地方，然后他就盖起了各种公共的这个大的机构，什么议会呀、图书馆呀、博物馆呀，就盖了很大的机构，然后还有个环形的一个什么这个街道，我没有去这个维也纳仔细看过，但是我们曾经去过维也纳旅游，我没有具体到他说的那几个建筑物去过。那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建筑也是蛮古老的，但实际上那个就是18几年的时候这个建立的。那这个时候呢，建立了这些公共机构以后呢，实际上呢就使得很多的艺术品成为一个公共机构，就是它会购买，它会收藏，美术馆要收藏，它变成了一个更加大众化的给到普通观众能够看到的一个艺术啊。那当然了，就随着这个也是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之后呢，那么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后来是中产阶级都走入了这个收藏的这个行列，他们都大量的购买这个艺术品那一段也是非常非常疯狂的就是我们当时就人们也很惊讶，说有这样的一个高价但是呢，这个一路下来这个用历史学家的话就是说，市场代替了以往的贵族观众的意义比以前的赞助人的意义更大艺术就把这个艺术家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都卷入了市场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就是艺术成为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可以收藏的可以大众欣赏的然后它就有了自己的价值那更多的人喜爱它，它就有更高的价值。刚才您提到这个齐白石，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齐白石、张大千有点像这个近现代书画中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标杆，或者是一个锚定的一个锚点。那有这个，他齐白石当然很早就开始自己走向市场。那同时张大千就是
后来刚才您有谈到黄宾虹，其实黄宾虹就可以对标我们老说齐黄并称，但实际上后来黄宾虹的市场价格其实是通过拍卖不断的推广，向大众推荐，才能认知到哦，原来还有一位跟真的齐白石能够并称的这样的一个，它从市场价格上能反映出它的这种艺术价值。那这个其实就能可以看出整个市场对于一个艺术家，尤其这种标杆艺术家作为一个锚点的重要性。这是书画市场。那大军老师，咱们这个现当代市场应该也有这样的艺术家吧？像比如说有一个市场先锋或者市场标杆人物，怎么去寻找这样的人呢？您说说吴冠中啊，对，吴冠中，对。吴冠中先生，所以你说的和齐白石这个两个例子啊，我觉得倒也有一比，有一比。因为齐白石在生前啊，是被国家是评定过人民艺术家的，啊，这个吴冠中先生去世的时候，就是2010年，那场纪念活动是非常这个隆重的啊。我记得当时那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李长春，发表过这个就是讲话，啊，应该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称吴冠中是人民艺术家。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挺隆重的这个哀荣吧，是吧？所以也有很多朋友跟我来讨论，就是吴冠中的这个艺术，甚至了解，就是谈论他的市场啊。因为吴先生确实也是一个这个几十年来特别有一个话题，是吧？甚至一个是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谈论吴冠中谈论多了嘛，我最近我就在想，我说这个也要好好想一想，就是就是吴冠中的艺术市场好，是吧？社会声誉大，到底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能找到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是吧？来解释吴冠中的这样一个现象。我还真这个想了一想，我跟这个胡总和一鸣分享一下啊，N 个多。哦，N 个多啊，N 个，我讲一讲啊，这个，我想，因为很多人都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认识，就是吴冠中先生的市场到底是谁推起来的？到底有没有幕后的推手？等等这些啊，我觉得因为很多人都对吴冠中市场发展、他的艺术传播做过贡献。但是我认为最大的吴冠中的艺术的推广人是谁呢？吴冠中自己。首先吴冠中的作品多。刚才说齐白石的作品，胡中有多少？非常多嘛。对，就有的人说是1万，有人说是1万5，所以很多人也说的作品那么多，会不会拉低它的价值？其实不是的。您先说。吴冠中的作品，我这个统计啊，5000多件。因为吴冠中全集是2300多件，那个10件本全集，这是在册的。那么还有很多没有收录进来的，尤其他早年啊流失到海外的作品比较多。尽管这些作品有许多也是有出版物佐证的啊，但是没有收在全集里。也有一些吴先生因为出全集的时候呢，他本人在，他是亲自要筛选这个全集的，有一些稍微有重复的，或者他认为不是太好的作品，不代表性的作品，他没有收进来。但是5000件左右吴先生的作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作品多。作品多。第二呢，出版多。对，这个很重要。我们一般的画家出版就是几本画册，这也就一生了嘛。吴先生呢的出版物好几百种。就是有巨大的出版量数，尤其呢，除了画册，他在生前出版了全集。现在看来呢，全集的出版对吴冠中先生的作品的认定啊，对他的出版，对他真伪的认定，对他这个精品的这种认识，都是学术的研究都是有起到巨大作用的。但是吴先生的这几百本出版物，不仅仅是画册，就是吴先生还有另外一支笔，就是文笔，就是钢笔，他还有200多字的文字，后来汇集到这个吴冠中文丛里。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吴先生还是个文学家，甚至他是有思想的艺术家。他的很多思想呢，思想有情，他是通过他的文字向跟大众在交流，所以他和他的艺术他是互补的。好，这第2多。第3就是展览多。同样，我们有很多艺术家，也就是做几次展览嘛，这一生。吴先生也有。差不多，我认为有200次以上的展览，200多个展览，一年好几个。他的第一次展览是60岁的时候，就是吴先生也，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到60岁，就是1979年，才在你们旁边啊，中国第一次展览。因为之前在教室，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室里做一个展览，反响不错，拿到中国美术馆展，效果更好，于是全国巡展。这个展览之后一发不可收。所以，而且最早给吴冠中做展览的很多都是海外的市场，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印尼，然后这个展览，同时当然有许多展览在国内做，到后来甚至发展到大的这个博物馆，然后像大英博物馆是吧？法国的博物馆，
故宫，你看，吴先生还在什么呢？包括在798这样的地方做展览，所以他的展览太多，展览也是为他的艺术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伴随着展览多，尤其他早年的展览就是又派生了一个什么多呢？就是市场，他的市场建设是最早的。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时间啊，很多人说是30年，但是吴冠中的市场40年。对，他在香港那时候就开。对，所以他展览80年代初就开始构建了他的市场，而且买他画的人很多人是海外的收藏家。你不要忘了，1989年吴冠中的作品在苏富比就拍超过100万了。那是30多年前了，是吧？所以他市场早。然后呢，吴先生的收藏机构多，这也是他的非常大的特色。很多美术馆都有。哎，吴冠中的收藏不是仅仅有这种大众的收藏家个体的收藏，很多是机构，尤其有大量的这个博物馆、美术馆。你举例说，就是国内的主要的美术馆几乎都有吴冠中的作品，有的是像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是吧？浙江美术馆，这些都是后来清华大学博物馆也有它比较批量的收藏。这还不够，海外2大阵地，一个是香港艺术馆，几百件吴冠中的收藏，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几百件收藏，而且这2个博物馆是吴冠中的常设展厅。那你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吴冠中的观众太多了。你像在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地方，他们的年轻人呢，甚至下一代，他就意味着是看着吴冠中的画长大的。有情节了这里边。那当然，他从小就受这熏陶。尤其新加坡这个国家，应该说，他自己没有特别大的艺术家。好，吴冠中现在在这个地方站住了脚步，家喻户晓。他成了一个新加坡崇尚的一个文化英雄，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呀，汇集到一起，还不够，就是还不够，还有。因为吴先生是一个崇尚艺术走进大众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他一方面画画多，但是吴先生还有一个什么多？复制品多，版画多。吴先生的复制品版画早年是在荣宝斋做，木碗水印，后来我主持的白雅轩也做了几千张签名的这种吴冠中的丝网版画、科罗版画。那么这个在吴先生的市场传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部分重要的收藏家，就是从吴先生的复制品买起，最后成了他的最大的藏家。其实就是收藏大众化，艺术大众化。印尼的郭先生就是从荣宝斋的那个版画开始，版画不是，还是就是木板水印双燕开始买，成为他最大的收藏家之一。哎，我们这个导演说该抽奖了，我还有几句话没跟你说完，一定要说完，一定要说完。我觉得还有一个应该是特别强调的，我们很多艺术家卖了很多画，或者就是创作了很多作品，他是流向各种方式流向公众但是吴先生是把大量的画捐给了这个各大美术馆。你们能猜猜吴先生总共捐了多少张画吗？胡总，您猜一下。最后这一次，我记得他是捐了100多件，是吧？对。吴先生呢，我在2006年的时候推动联络故宫博物院给吴冠中做展的时候统计过，当时的捐赠，给各大公立博物馆的捐赠是360件。好。2006年以后，到他去世前，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捐赠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是吧？香港、新加坡、浙江这些美术馆捐赠。好，吴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孩子继续捐，又给很多机构做了这种2次、3次捐赠。吴冠中今天捐给各大博物馆的作品超过1000件，真伟大。5000件作品，有20%是捐到公立美术馆，有超过1000件作品捐给了20%这个保存着艺术遗产的各大公立博物馆。所以雅昌好多年前搞过一个叫艺术慈善榜那我问你，谁是中国的最大的艺术慈善家？吴冠中。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基础他这个吴先生的市场是金字塔式的，带有底座的，不是无土栽培。这个基座很重要，它的基座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坚实，是吧？所以我经常跟这个朋友们说，我说这个其实当然艺术市场是个话题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在艺术市场上这样一个长久的立着40年的艺术家，艺术市场得吴冠中得天下，它是不可以被忽视的。我们这次也有好几件这次有水墨的、油画的都有非常精彩。你们这次这一批吴冠中，特别好，中国画，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当代艺术都有。所以我想让大家看看，比如说《嘉泽日历》里边是不是也有吴冠中的很多标志性的作品，对吧？肯定。那大家想，
好，那现在第2轮抽奖开始啊，我们这个第一轮，第一轮，第一轮。那第1轮开始抽奖，我们现在3、2、1，等我说完3、2、1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截图，哪位幸运的观众会得到这